我住在纽约长岛的莱克瑟斯湖畔，每年1月还不见春天的消息，已经有很多对季节敏感的加拿大雁从南方飞过来。那时候湖上还常常结着很厚的冰，它们在冰上走，冰上睡。当冰面解冻露出湖水，它们则跟海鸥一起游泳嬉戏。有时候突然来了暴风雪，大地铺上厚厚的白雪，野雁们找不到下面的小草吃，就只好挨饿了。有2只野雁常到我院子觅食，我同情它们，在大雪天喂它们吃面包和饼干。它们起先很怕我，但是有一天，它们不小心陷在冰冻的湖面，进退不得，四周全是锐利的薄冰，连海鸥都来欺负它们。我不得不走到冰冷的湖里，把它们救起来。从此它们跟我成为好朋友，我为它们取了名字，公雁叫啊啊，母雁叫呀呀。每天我一叫啊啊啊啊，它们就会从湖上游过来，很快地爬上台阶，找我要东西吃。要吃东西，你比较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快来。他们会到我门口嚷着要食物，会坐在院子里为我看家，会到我手上抢东西，上大马路了，还会跟着我到街上散步。我走得很快哦，过来，跳上桌子。因为我的宠爱，他们越来越神，会飞到我的餐桌上吃东西，接受我的教育。吃一下就是要摸一下，知道吗？吃一下就是要摸一下。哦。他们甚至大胆到会爬到我身上玩耍。他们还会跟小凡嬉戏。谁飞过来？而且他们的醋劲儿可大了，会把每只靠近的其他同类都赶走。哦，你的头头哦，十分愤怒。那个被赶走的叫头头。他们未免太大胆了。他们赶走了别人，就会很得意地回来跟我报功。我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地盘，好筑窝下蛋，养育下一代。我也成为他们的守护者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怕老鹰来攻击，他们甚至学会了听我的命令，起飞跟降落。当然，我得用他们的语言和动作来指挥。大家都来了耶。只是他们也得罪了湖上其他的野雁，有时候别的野雁也来讨食，啊啊的醋劲儿很大，只要进入它的势力范围，就会出去攻击，大打出手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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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能这样打呢？有一天，丫丫不见了，我猜它一定生蛋了，跑到湖边的树林，果然看见丫丫坐在窝上。啊啊，原先在远处站岗，也立刻飞过来，跟丫丫一起对着我大叫。丫丫用草茎、树叶和羽绒铺成窝，在里头生了4个大大的蛋，还放进一个高尔夫球。大概丫丫认为是自己的蛋，所以捡进窝。丫丫一刻也不离开我，怕她的体力不济，
我和太太每天都为丫丫送上面包。阿阿和丫丫知道我疼爱他们，越来越欢迎我的到来。但是别的野雁知道了，尤其有一只叫头头，长得很壮的野雁，常常带着他的太太和党羽在四周的水面窥视。有一天，头头居然偷偷地冲过来，和阿阿打成一团，在水里彼此咬着要害，僵持不下。这种情况在野雁之间是很少有的，实在没办法，我不得不出面劝架。不要打了，怎么打这样子啊？不要打了，打了，不要打了。经过将近1个月，2只小雁终于破壳了。它们在妈妈的翅膀底下，看到我一点也不怕，还拼命想跑出来吃我喂的面包，但是都被妈妈，也就是丫丫，用翅膀搂了回去。为了把面包留给小宝宝，那天丫丫没吃几口，她要留给孩子，相信我们一走，她就会放小宝宝出来吃。第2天，我和太太又去，他们的窝已经空了，我们都好高兴哦，相信阿阿和丫丫一定都带着他们4只新生的宝宝出去玩了。可是我找来找去，大大的湖上只有别的野雁，却没有他们的影子。而当我走进他们的窝，令人惊讶的事出现了。他们的窝上居然有一只被踩扁的小雁的尸体，还有个刚刚破壳的雁宝宝也死了。我们四处找，到处叫，都没有消息。阿阿、丫丫看他另外的2个宝宝都不见了。春天过去，夏天过去，秋深了，野雁又成群的南飞，只是我的阿阿和丫丫在哪儿呢？我日夜盼望他们的归来。隆冬将过，又到了雁群归来的时候。我每天守着天空，守着窗子，守着莱克瑟斯湖，等待那熟悉的身影和熟悉的叫声。雁归来，雁归来，雁归来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我把这曲折感人的故事写成一本纪实小说，就是《啊啊》。